女儿去山区支教，却在支教结束前一晚被人上门提亲。村老拎着一筐鸡蛋，拉着他那穿着一身喜服的智障儿子，盯着我女儿上下打量。我们村里孩子都舍不得林老师，不如就嫁在我们村，亲上加亲。正好双方长辈都在，不如以天为媒，动个房先。眼看着那个智障要对女儿动手，来接女儿回家的我，当即拦在前面，厉声呵斥。刚才还笑嘻嘻的村老见状，直接变了脸色，带着村民将我拉到门外，一顿拳打脚踢。听着房内女儿声嘶力竭的哭喊求救，我发了疯似的挣脱，却被村老一板砖直接送了命。再睁眼，我回到村老上门提亲当天，林老师你在吗？林老师，嘿嘿嘿。正在屋内帮女儿收拾行李的我猛然一惊，女儿疑惑地看着我，问发生了什么。我却惊慌失措地将她抱住，又连忙推开，定定地看着她，颤抖的手轻轻抚上她的脸颊，有触感，是真实的。我重生了，爸您怎么了？女儿狐疑不解地问我。我用力擦掉眼角滑落的泪水，强作镇定，没事。接着迅速跑到火炕上，隔着窗户看了出去。临水村的村老张铁英正拎着一篮鸡蛋，领着他那个痴傻的儿子朝这边走来。傻儿子穿着一身红色的婚服，两只手一边搓着一边嘟囔：林老师娶媳妇，嘿嘿。我心中的怒火霎时间被点燃，牙齿紧咬，手不自觉地抓向了灶台上的菜刀。我女儿是名老师，她在网上看到大山里有好多孩子上不了学，一辈子就只能靠种田打零工为生。生性善良的她毅然决定要去大山里面支教。她说如果拥有知识，起码能让那些孩子一定程度上改变命运。我和老婆知道这件事后强烈反对这种没苦硬吃的想法。而且不光是苦的问题，我曾在网上刷过好多女孩被拐到山里，被抓去当老婆，甚至香消玉殒的事儿。女儿年纪轻轻的，要是出事了怎么办？但是女儿就跟铁了心一样，不停给我们做思想工作，和我们说那些孩子的苦，而且跟我们保证一定会选一个民风淳朴的村落。女儿一向倔强，我和妻子试图劝阻未果，冷落了一阵后，发现无法改变她的决定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开始查资料，最终选定了临水村。第一次来时，我心存警惕，与村民逐一了解情况，还通过各种渠道打听，得知这里从未发生过恶劣事件，其他支教老师也都平安离开后，我才稍稍放心。女儿受到了最高礼的接待，这里的村老，也就是张铁英，亲自帮女儿安排了住所，还握着我的手，跟我保证一定不会让女儿受苦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竟是个人面兽心的混蛋，表面上的慈祥和蔼都是假象，实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。在女儿支教的2年间，我每隔2天都会打电话确认情况，一直风平浪静。可偏偏在女儿即将离开的那天晚上，张铁英就露出了真面目。他带着傻儿子闯进女儿的临时住所，我原以为是来送行，却发现他儿子穿着婚服。当时的我还好奇地问了一嘴，结果张铁英跟我说，村里的孩子们都舍不得我女儿走，想让我女儿留下来嫁给他的傻儿子，亲上加亲，还口出污秽之词，说要马上洞房。张铁英当时的神色不对劲，一看就不是在开玩笑。我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指着他的鼻子怒骂，也不看看你儿子是什么德行。随即转身对女儿说，我们来错地方了，这里的人根本不懂感恩，教他们书却养出一群白眼狼。女儿也很生气，我们收拾好东西就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大批村民突然冲了进来，张铁英的冷笑转为阴沉，随即一声令下，那些村民便将我拉出屋，对我拳打脚踢。而他那个傻儿子则趁机扑到了我女儿的身上，上下其手，欲行不轨。女儿被拖进了房间，听着她惨叫的声音，我悲愤交加，貌似挣脱，却被旁边的张铁英一板砖砸在了后脑勺上，当场暴毙。死后我灵魂飘荡，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一群大汉扒光衣服，被强行按在土炕上被侮辱。我不甘的怒吼，扑过去想抓他们的脖子，想去灶台上拿菜刀砍死他们。我要把他们碎尸万段，我要救我女儿。可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徒劳，脖子掐不住，菜刀拿不了，我成了一缕孤魂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受罪。那种绝望比死还难受。后来随着一声大喊救人，我发现女儿咬舌自尽了，她口中吐出的鲜血染红了大片床单。善良的女孩来山村支教，却以死谢幕。我不懂，我反抗，我质问苍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。随着我的一声咆哮，身体突然失重，不知坠落到了哪里。再次睁眼时，我和女儿正在一起收拾行李，确认自己重生了，我激动不已，眼泪瞬间涌上眼眶，随即抄起灶台上的菜刀。这辈子谁再敢伤害我女儿，我他妈跟他玩命！爸，你怎么了？女儿焦急地握住我拿刀的手，我扶住女儿的肩膀，小心翼翼地跟她说道：张铁英想强迫你留下来跟他那个傻儿子结婚，爸爸会保护你。女儿诧异，刚准备说什么的时候，张铁英和他傻儿子就进门了。林先生，您这是？张铁英首先就看见了我拿着的菜刀，就这一刻，
我就想直接冲上去劈开他的脑袋，为我和女儿上辈子的遭遇报仇。尽管暴怒几乎让我失控，但理智强行压制了我的暴力冲动。杀人偿命，如果能保护女儿平安离开，那是最理想的结果。若不能，那便两败俱伤。我强露出一丝冷笑，没什么，刀是从家里带来的，我也喜欢玩刀，待会儿一起拿走。张铁英一听我喜欢玩刀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，然后笑着介绍起了他的儿子。林老师，林先生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张赫，小的时候从牛背上跌下去了，摔伤了脑袋，但是别的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而且摔伤也不是先天性的，这点可以放心。说完之后，林铁英搓着手，低头笑着继续说：林老师，您看您来我们临水村也2年了，村里的孩子实在是舍不得你走，我看不如嫁给我儿子张赫，咱们亲上加亲，正好双方家长都在，不如以天为媒，先洞个房吧。女儿听闻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身体颤抖。村老您说什么呢？我是支教老师。我伸手用力扶住女儿的腰，尽管心中怒火滔天，依旧保持着冷静。住所外埋伏着大批村民，似乎在等着张铁英一声令下就冲进来，即便我们手持菜刀，也难以逃脱这场困境。林先生，您没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臭小子，还不叫爹！张铁英的傻儿子搓着手，满嘴流涎地靠了过来。爹，嘿嘿嘿，娶媳妇，娶媳妇！他扑向女儿，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拉了过来，嘴上念叨着怎么伤成弱智了，胳膊却搭在了他的身上，菜刀在他的脖子下不断地晃悠。张铁英见状吓了一跳。林先生，你想干嘛？不想干嘛？我女儿怎么可能嫁给一个弱智？我们要离开这。张铁英松了口气，一脸和气地说道：结婚都是两家人两厢情愿的事情，既然林先生不愿意，那这桩婚事就作罢。张赫，过来吧，林老师要回家了。不行，我要娶媳妇，娶媳妇！你这个傻孩子怎么不听话呢？过来！张铁英想过来拉他的傻儿子，我把他一挡，另一只手仍在傻子周遭比划。我看您儿子是想送我们一程，那就一起吧。女儿，拿着东西，我们走。我挟持着张铁英的傻儿子，带着女儿走出了住所。刚踏出门外，便看见那些来不及躲藏的村民，他们见状愣住，齐齐看向张铁英。张铁英默不作声。我冷笑一声，跟女儿说道：看见了吧，这世上好人是多，可混账的白眼狼也不在少数，你教育白眼狼的孩子有什么用？到头来还不是把屠刀指向你。林先生，你误会了，这些村民都是来送林老师的。张铁英在旁边打圆场。我也不搭理他，径直来到车旁，却发现4个车轮全都瘪了。张铁英赶紧又解释，路上总有钉子，我们这有些农户怕别人的车辆压到自家土地，就往农田旁边放钉子。他话是这么说的，但是车轮上那个1厘米长的口子骗不了人。也许从我进村下车后，车子就被人动了手脚，他们压根没想让我们走。车上只有1个备胎，在这荒山野岭根本没有救援人员。我和女儿被10几个村民围住，笑脸掩不住背后的阴谋。我深知，只要有一丝疏忽，就会有人从背后突然动手抢走傻儿子，而这个傻子一旦从我手里脱手，上辈子的悲剧就会重蹈覆辙，再次重现。所以此刻我的神经异常紧张，狠狠束缚着张铁英的傻儿子，手中的菜刀更是不敢懈怠分毫。爸，你干嘛呀？不是说了要娶媳妇吗？都把我弄疼了。张铁英的傻儿子突然在我手中乱动，离我最近的那个人见状，一把伸出手来，抓住了傻儿子的胳膊。松开松开，看把孩子都弄疼了，干嘛呀这是？他这一得手，旁边3、5个人都往上围。我一看，完了，情急之下，我挥舞着菜刀，一刀砍中了那人的手臂。那人顿时惨叫一声，手臂鲜血直流，吓得旁边的人纷纷后退。被砍的村民恼羞成怒，直接抄起一把铁锹冲了过来。我 CNM， 你敢砍我？看我不拍死你！我慌忙勒住张铁英傻儿子的脑袋，带血的菜刀直接抵在了他的脖子上。肾上腺素激增，我手部略抖，紧张地喊出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：敢他妈动手，我现在就宰了他！来啊，试试啊！张铁英被吓坏了，赶紧让他们停手，都闪一边去。林先生，你到底是想干嘛呀？我就一个儿子，您手别抖了行吗？别伤了他。你一个儿子，我还一个女儿呢。你要是敢伤害我女儿，我他妈保准要了你儿子的命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搞什么鬼。你儿子在我手里，你敢乱动我就杀了他。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临危不惧，哪怕是重来一世的我也一样。此刻握着菜刀的手已经出汗了，我强装镇静，眼神狠狠警告张铁英。张铁英先是面色一顿，紧接着就翻了脸。你别给脸不要，让你女儿嫁给我儿子是她的福气。我是一村村老，全村我最大。你以为你女儿支教2年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是自然现象吗？如果不是我制止，她早成了别人的老婆，孩子都生了一堆了。就凭这个，我想讨她做儿媳妇不行吗？你做梦！我不可能让我女儿留在这儿。你要敢来硬的，我就杀了她。张铁英冷笑一声，
村里信号塔被我给断了，你们现在连电话都打不了。我给你个胆子，你敢杀人吗？杀了我儿子，你就是罪犯，要坐牢要偿命的。我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就算偿命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得逞。呵呵，别傻了，杀了我儿子，影响你女儿接下来的命运吗？到时候悲惨的不光是你女儿，还有你呢。无需让法律审判你，我就可以判你死。所以识相一点，咱们两家结个亲家，把林老师留下来。我儿子只是摔傻了，又不影响生孩子，你说是吧？张铁英说完，带着几个村民向我逼近。我双眼通红，用力把女儿护在身后。警告无效后，我一咬牙，一刀砍向张铁英傻儿子的肩膀。傻子当时疼得大叫，我用尽全身力气箍着他大吼：闭嘴再动我还砍你！所幸傻子也没一傻到底，虽呜咽着直抖，却没再奋力挣扎。不见血，这些人不会怕，我不动真格，他们都还以为我是开玩笑的。刀砍下去后，张铁英急忙让所有人停下。就在这时，一群孩子出现了。女儿一看，顿时热泪盈眶。都是我的学生，你们回头看看，那些都是你们的孩子，你们扪心自问，我对他们怎么样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？这些村民回头看了一眼，怒斥让自己的孩子回去。但是这群孩子却不管不顾，一溜烟的跑到了跟前。你一言我一语的问自己的家长是在干什么。张铁英在旁边搭话：你们林老师准备走了，村老想办法让他留下来多陪陪你们。女儿一听勃然大怒，孩子们别听他的，他是想把老师强行留下来，嫁给他的傻儿子。老师是过来支教的，老师有自己的生活，现在支教完成要回去，以后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。孩子们听后纷纷看向张铁英，张铁英露出狰狞的眼神，却没有与孩子们对视。女儿继续做孩子们的心理工作：同学们，你们都是老师的好学生，帮老师离开这里好吗？老师一定会感谢你们的。话音一落，几个孩子已经去跟家长沟通，其中一个穿浅棕色衣服的男孩更是直接捶打父亲，称赞我女儿的好，质问他的父亲为啥要这么坏。场面一时变得混乱。女儿眼中满是期盼，我也燃起了希望，希望这些天性善良的孩子能劝说家长回头，那样我和女儿便能安全离开。大概僵持了10几分钟后，有一个大汉率先扔掉了锄头。算了，放他们走吧，把咱们孩子教育得这么好，咱们也不能忘恩负义。有一个就有第二个，然后就是第三第四。不到5分钟，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扔掉了手里的农具。张铁英仿佛也像是洗心革面了一样，无奈地摆了摆手，说要放我们走。我和女儿喜出望外，要求张铁英找人用胶水修补我们的轮胎。虽然不可能完全修复好，但我可以保证，但凡能够打进去空气，上车我就可以以100迈的速度迅速远离，他们想追都追不上了。张铁英同意了，招呼一个村民去拿补漏胶。林老师，您走了之后还会回来吗？方才用拳头捶打他父亲的男孩走了过来。女儿感激地摸了摸小孩的头，老师会回来的，你们放心。话没说完，男孩却突然从衣袖中掏出一把剪刀，狠狠捅向我的后腰。我惊恐转身，刚要反应，就被另一个孩子用力推倒。张铁英的傻儿子也遭了殃，跟着我一起跌倒在地。我赶紧爬起，心乱之下拿起菜刀，想要先剁了张铁英的傻儿子。剁下去之前，却忽然发现他身下流出了不少血。我瞳仁一缩，原来傻子摔倒时正好落在钉耙上，钉耙的尖刺已经刺入了他的身体。儿子，儿子！张铁英在那一刻仿佛疯了，发疯般扑了过来。我则迅速爬起身，拉起女儿赶紧逃命。但那些孩子却堵住我们逃跑的路，几乎人手一把剪刀或锤子。林老师，你别走，我们不让你走。阿爸说了，你只要走了，我们没知识，这辈子就只能困在大山里，所以我们不会让你走。村老的傻儿子死了，要不然你嫁给我阿爸当小老婆吧，或者等我长大了，我娶你。女儿已经崩溃了，没想到教了2年的孩子，内心居然这么黑暗。我也没有想到，原本以为纯洁善良的小孩，心机居然这么重。刚刚故意替我们说话，就是为了降低我们的警惕。这还是孩子吗？这分明就是一群恶魔！我举起菜刀，大声呵斥道：想死的就拦着！刚刚我已经砍过人了，钉耙还钉死了一个。对小孩，现在的我也可以毫不犹豫下手。所以此刻，这些孩子的家长们一边追逐我，一边大喊着让他们躲开。他们唯一的善良，仅仅对着自己的孩子。趁着夜色，我和女儿暂时躲开了他们的追逐。四处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身处何地。肾上腺素的作用过去，后腰的伤开始隐隐发作。女儿哭着小声问我要不要紧，我摇了摇头，安慰她伤口并不是太深。女儿崩溃了，不停向我道歉，后悔当初没有听我们的劝告，没想到山村里竟隐藏着如此多的恶魔。我安慰女儿冷静，既然遇上了，就想办法逃出去。话虽这样说，可我作为一个大男人，一名父亲，在此刻也像是无头苍蝇，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。这个村子道路错综复杂，
有些远的家甚至相隔1公里，整个村子绵延20公里。这么远的路，我和女儿一旦被人看见，肯定会第一时间被张铁英发现。那样的话，必定死路一条。我抱着一丝幻想拿出手机，结果如张铁英所说，根本没有信号。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？还没休息上几分钟，我们的四周就有好几个手电筒的灯光闪了起来。我赶紧拉上女儿躲避，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也是他们的策略。10几个人拿着手电筒拉开距离，而在他们中间的黑暗中，则安排了更多的人。他们很聪明，猜到了我们会躲着光，以至于差点跟对面追捕我们的村民撞个满怀。最先发现我们的人举起锄头，丝毫不留情地往下砸，那力道足以当场砸死1个人。我惊慌失措地拉着女儿躲避，意识到他们的策略后，只能拼命往回跑。身处包围圈之内，我们被逼到了一个农户家里。翻墙进去后，甚至还能听到房屋里面孩童的啼哭声。我的求生欲望战胜了道德，只一瞬间，我就拎着菜刀闯了进去。冰冷的菜刀直接放在了一个婴儿的脑袋上。结果就在这时，我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见了一张惊魂未定的脸。他的五官精致，轮廓柔和，看起来并不像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。而就在此时，我身后的女儿惊恐地喊了一句：“赵平，你是赵平吗？”这个女人闻言一愣，当即掀开被子爬了过来。我这才发现她的双腿没有了。这个叫赵平的女孩子泣不成声：“小玲，你是小玲吗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”经过女儿和她的攀谈得知，赵平也是支教过来的老师，但就在支教第6个月时，被山村的一个光棍强行掳走了，要娶她做老婆。赵平死也不肯，结果被光棍用柴刀生生砍断了2条腿，吃喝拉撒全在炕上。我惊恐不已，什么样的畜生才能做出这种事？但是不对，我来之前做过调查，不是说所有的支教老师都安全回去了吗？然而赵平却在这时解释道：“男老师都回去了，女老师几乎1个都没跑了，光我知道的就有5个。我是在任期间被强行抓走，他们不一样，是在回去的路上被抓回来的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至于你问的安全回来的支教老师，我想应该都是男老师。小玲，叔叔，我求求你们，能不能救我出去？”赵平声泪俱下，我赶紧过去捂住了他的嘴，示意他安静。此刻门外传来了动静，他妈的，给他儿子抓个婆娘，儿子死了还怪起我们来了，要不是看你是个村老，老子一柴刀杀了你！哐！男人一脚踹开门，骂骂咧咧地走进来。在他试图点亮灯光时，我迅速拿起旁边的板砖，猛地砸向了他的脑袋。紧接着，我迅速勒住了他的脖子，直到他的双腿彻底瘫软，我才松开手。稍微平复了一下心中的激动后，我赶紧跑出去，找到了一根绳子，把男人五花大绑起来，一盆凉水浇上去。我举着菜刀愤怒地问他怎么出村。男人醒了之后大发雷霆，怒骂赵平，说他和我们私通，非宰了他不可。赵平被吓得恐慌不已，求着我们赶紧杀了那个男人，不然他真会动手。他的恐慌不是没有缘由的，2条腿被生生砍断，在这个没有麻药的山村，只有他才知道那种痛是如何忍过来的。我迅速拿抹布堵住了男人的嘴，抡圆了胳膊，一拳砸在了他的脑袋上。男人的牙齿被我打断，但依旧不服气，不停地想要挣脱。我已经急到变态了，拿出几根细铁丝，顺着男人的指甲往里扎，咬牙切齿地问他：“我问你怎么出村，给我说。”男人疼得嗷嗷乱叫，额头全是汗。终于忍不住10指连心的剧痛，他使劲点了点头。撕开抹布后，男人说沿着村子的主道路走，翻过山就能看到一条国道。我牢牢记下这些，随即一板砖把他再次打晕。赵平不停地恳求我们带他走，但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外面的村民还在围堵我们，带着一个残疾人上路，无疑是自寻死路。见我们沉默，赵平趴在枕头上哭泣，可能也理解了我们的难处。最终他擦干眼泪，抬起头，要求我把菜刀递给他。我第一反应是他想寻死，然而赵平却告诉我不是，他拿菜刀是准备杀了男人。毕竟那个男人给了他无尽的痛苦，若他脱身，死的就是自己。为了不拖累我们，赵平决定借刀杀了他报仇。我紧握菜刀，思索良久后，最终没有把刀交给他，而是用胶带将男人的嘴巴缠紧，再次加固了他的手脚。随后我问赵平院里有没有地窖，把男人先关到地窖里，只要我们逃出去，一定会报警救他。但是倘若时运不济，也不要怪我们，毕竟大家都是个死。赵平同意了。我和女儿趁着夜色，奋力把男人拖进了地窖，而且地窖门几乎是封死的状态，里面的氧气大概能让他撑7天。如果7天没人来，那就一起死。赵老憨，你在哪呢？赵老憨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男人的腰下突然传来了声音，把心已经提到嗓子眼的我和女儿吓了一跳。我摸索过去，竟发现是一部对讲机。赵老憨，我问你话呢死了吗？为了避免这些人来家里找，
我赶紧捂着嘴含糊回复：找人呢。咋了？你上哪儿找去了？包围圈都他妈收完了，人不见了。村老让我们赶紧排查一下农户，看是不是钻到谁家去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们家附近的农户你排查，发现问题赶紧说。村老儿子死了，他这会儿正在气头上，看到那俩人可以直接杀了。好，回复一句后，那头没了声音。幸好对讲机会失真，他们并没有察觉到问题。我和女儿安排好一切后，返回屋里，准备天亮时离开。这一晚，对讲机时不时传来几句关于搜寻的最新进展。我也没想到这些人居然一夜未眠，甚至起了内讧，说所有的农户都排查过了，怎么可能有缺漏？问是不是哪个光棍汉子私吞了？幸好这男人有赵平这个老婆，二次排查也没来这里。天微亮时，换上了一把更方便动手的柴刀，菜刀也被女儿握在了手里。趁他们最疲惫的时候，我带着女儿悄悄上路。然而刚走没多久，正神情紧张时，对讲机突然响起。昨天那10个人先休息，躲在黑暗中没拿手电筒的换岗上来，继续找看到人直接干死，干死一个人，村老奖励1万。我和女儿相互看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里读到了绝望。这村子里的人会兵法吗？那些没拿手电筒的就充当暗处的影子，轮番上岗要我们的命。这些人怎么如此恐怖？林老师，快看这！震惊之际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孩童的声音。我和女儿下意识回头，就见2个孩子拿着自制弓箭，双双向我们射了过来。我迅速拉着女儿躲避，那2支木箭都射进了柴垛里，力道吓人。阿爸光胡说射眼睛哪有那么容易？那2个孩子天真的抱怨了一句。我又惊又气，这个山村里的大人都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？给他们传输的都是些什么三观？阿爸，赶快过来抓人，拿到钱给我买好吃的。2个孩子叫大人了，我和女儿只得继续逃命。按照地窖里男人提供的信息，我们沿着主干路狂奔，结果这条路并不是那么好走，村民太多了，离很远就堵住了我们的逃生路。他们手中武器各异，但眼神却惊人的相似，充满了炙热的渴望。一个人悬赏1万，1万块在这种村子里就能算是小康户了。我和女儿的危险指数沿直线上升，只能临时拐弯，漫无目的地钻进了胡同。手中的柴刀被我握得很紧，我敢说，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，如果突然窜出来一个人，我肯定会把他劈成2半。我从心底祈祷，千万不要有人拦住我们。我不想杀人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怜悯我们。我和女儿穿过一条狭窄的胡同后，竟远远看见了一座山。根据主干路的方向，应该就是那个男人说的那座山了。我和女儿看到了生的希望，原本疲惫不堪的身体也再次注入了活力。有了参照，我们就有前进的路线，只管奔着大山跑，穿过农田，踏过荆棘。我和女儿伤痕累累地跑到大山脚下，回头望去，发现没有人追上来。女儿开心，如获新生般抱住了我。爸，我们成功了！我也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，连忙带着女儿往山中进发。期间碰见了一口山泉，我和女儿贪恋地喝几大口，解决了口渴。正当我们准备继续前行时，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竖着一个牌子：野兽出没，严禁进入。这个时候，女儿突然惊恐地拉住了我的胳膊。爸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教书的时候，有不少家长告诉过我，村附近的一座山里面有野兽，咬死过人。不会，就是这里吧？听了女儿的话，我顿时感觉万念俱灰，方才刚刚燃起来的希望顷刻间被浇灭了一大半。此时，前进还是后退，成了难以抉择的困境。就在这时，山外传来狗吠声和稀疏的叫喊声。我紧紧攥住女儿的手，她也坚定地看着我。在前后都是死路的选择下，我们决定继续向前走。山里的路异常崎岖，更让人恐惧的是，时不时能看到散落的骸骨。偏偏与此同时，身后的追逐声越来越大，距离我们越来越近。此刻我和女儿甚至抱着一个想法，如果碰到野兽，那就一起死，死2个不亏，死3个赚了。如果再加上地窖那个血赚，尤其是我上辈子目睹女儿遭受非人的待遇与侮辱，最后咬舌自尽，如果无论如何都逃不过死，那不如死得体面一些。有了这个念头后，我一直温柔地牵着女儿的手。我们从最初的逃命转为不紧不慢的前行，途中聊了很多事情。女儿叹气说对不起我，如果不是她一意孤行，也不会有这种后果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你做的没有错，错的是他们。好闺女，我想跟你讲一个故事。老爸前几天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也是这样的情形，我们父女俩被人困住，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走。他们打死了我，侮辱了你，使得你咬舌自尽，变成亡魂的我撕心裂肺的怒吼，结果老天爷看不下去，让我重生了。重生后，我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好你，绝不能让你再受那种凌辱。后来我挟持了那个傻儿子，那一瞬间我感觉我可以把你安全带离这里，可是没想到，闺女，是爸爸无能，爸爸救不了你，但是不要担心，爸爸会陪着你，好吗？女儿哭着抱住了我，
我也在那一刻流出了心疼的泪水。确定上山了没有？怎么看不到人啊？绝对上山了，我儿子亲眼看到他们上山的。不是，你们平时的恐吓布置是怎么做的？山里的牌子难道倒了吗？骨头没了吗？他们两个没被吓到。对讲机里的对话让我和女儿的眼泪戛然而止。什么意思？唬人？骗人？骨头肯定没丢，我记得赵老憨媳妇2条腿的大骨头就在山口扔着呢。小心猛兽的牌子也没倒，我刚从这边过来。看来他们两个真是铁了心要死了，开始玩命了。咱们一定小心一点，别疯起来把我们杀了。我把对讲机声音逐渐调低，看着女儿逐渐露出了笑容。闺女，看来我们父女2个还能闯一闯。女儿坚定的点头。我们2个拉着手继续开启了逃命之路。按照地窖里男人那个说法，翻过大山就能看到一条国道，只要有车路过，我们2个就得救了。我和女儿奋力前进，没想到在穿过一片树林时，女儿的脚突然被捕兽夹住。她尖叫一声，随即捂住了嘴，额头上冒出密集的汗珠。我急忙帮她解开，那血肉模糊的一幕让我心头一紧，眼眶湿润。女儿推了推我，低声说让我自己走，否则我们俩都逃不掉。我让女儿不要气馁，别说这种丧气话。最后我弯腰背起女儿，毅然决然地继续往上爬。大概爬了10米，我突然停了下来，发现乱草之中还隐藏着一个捕兽夹。说真的，那一刻我差点绝望，保不准这树林里面埋伏着多少。如果我再受伤，我和女儿2个人就真的完了。爸，你看那背上的女儿突然指着一旁，恐惧地把头转向一边。我定睛一看，竟发现那是一具完整的骷髅，右脚踝上夹着一个生锈的捕兽夹，比我刚刚掰开的那个大了整整1圈。骷髅的脚踝断裂，很明显是没有挣脱掉。人间地狱啊！这说不准就是哪个逃出来的外地人，结果生生流血死在了这里。我回头朝山下看了一眼，发现那些村民还没有追上来。我小心地放下女儿，思索着如何逃脱的同时，打算简单掩埋这具骷髅，让它入土为安。毕竟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。可就在我走过去后，发现骷髅的身下压着一张纸，小心翼翼拿出来后，我的瞳孔慢慢睁大。不要走树林，树林里面全是捕兽夹，一直往东，东边有一条小山沟，从山沟上去。我希望你不用看到这张纸，如果看到了，我希望你能逃出去，告诉我的家人，让他们把我带回家。我叫侯林平，是支教老师，家庭地址是 A 省 B 市金阳小区4栋103，我妈妈的电话1500星号，请委婉表达我的死因，我妈心脏不好，谢谢你，有缘人。那一刻我眼睛湿润了，将这张纸递给了我女儿。来不及悲伤和感慨，我立刻背着女儿沿着纸上的信息走，爬了整整1夜，靠着没有信号的手机翻越了大山。等来到国道，我几乎已经瘫软的站不起来了。正好这时，一辆送货的半挂车经过，我忙和女儿合力拦下了他。司机是个好心人，不仅帮忙报警，还给我们提供了食物，最后将我们带到了安全地方。女儿被送进了医院，我让老婆赶紧过去照顾她，自己则没有片刻休息，带着警察直奔张铁英所在的村子。近100名警力将整个村子包围，我逐一指认，将包括张铁英在内的20多人送进了警察局。他们看我的眼神仿佛想把我生吞了一样，而我经历了这么多苦难，见证了那么多被他们残害的人，又何尝不想生吞了他们？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严惩的制裁。那群孩子虽然未有实质上的恶行，但三观已经歪曲。考虑到这个村子的恶习已经根深蒂固，政府几经考量，决定将他们送往一所特殊学校接受再教育。赵平也被救了，带着他刚生下来的婴儿离开了这座大山。但是这段悲惨的经历肯定会如同阴霾一般笼罩他的一生。临走前，他泪眼婆娑地跟我说：“叔叔，你能当我干爸爸吗？你很勇敢。我从小就没有爸爸，不然的话，我想他肯定也会来救我。”我笑着同意了。等恶人全都被抓之后，我又独自一人进了大山，把那具叫侯林平的骷髅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，抱着遗憾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涌了出来。好孩子，你妈妈她是爱你的，只是在你失联1年后就去世了。走吧，叔叔带你去见她。我把遗骸收好，送到百里外，跟他母亲合葬在了一起。后来我在家里昏睡了2天2夜，女儿的伤也没有什么大碍。没多久，警方公布案件进展，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，解救被困人员8名。又过了大概半年，这起案件宣判了。张铁英作为犯罪主谋，涉嫌杀人、绑架、非法拘禁，被判处死刑。另外，同样有5名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恶劣，被判处死刑。其余的那些，处1020年徒刑、无期徒刑不等。至此，所有的事都结束了。我和老婆每天都陪在女儿身边，相信她会慢慢好起来，忘掉这场劫难。此后，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。